35岁以后，我身边的朋友开始陆陆续续的得些小病了，我自己也检查出来一个问题，是已经藏在我身体里面很久的一个细菌，导致于我这么多年很难吸收很多维他命，很难吸收铁，也导致于我的头发越来越秃。今天刚好看到跟我算是志趣相合的博主吧，他分享了他的身边的朋友，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，他们也是35后人群。我也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的 findings， 还有我是怎么解决我这个细菌的。先从我看的这个博主的 case 开始，然后最后聊我自己哈。首先是甲状腺结节，那这个博主呢，他是存了100万美元，然后就从美国搬回中国去退休了。他回到中国以后就做了超详细的体检，把美国体检不给检查的项目全都加上了，结果 B 超就发现了有甲状腺有结节。医生说成年人检查出来结节的真的很普遍，每3到5个成年人里面就有1个会检查出结节。我也听说过这个 finding。以前我在 TikTok 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公司的群里甚至会发出帖子，要怎么对抗，还有怎么治愈结节。是不是现在中年人都工作压力很大？这个博主呢，他的结节长的位置不太好啊，所以就想要赶快早治疗、早管理。马上就预约了 biopsy， 就是一个穿刺活检。他的朋友得了肾结石，也是35岁加，就是大家一起打麻将的时候，朋友 A 时不时就要站起来跳跳，一问才知道他尿高酸得了肾结石。他这个朋友 A 呢是非常喜欢吃东西啊，也去了很多烟火气很好的小餐馆，在肾里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结晶。朋友 B 呢是腰间盘突出，这个我身边的35加的朋友也是有好几个有这个问题的，有一些 more serious than others。这个腰间盘突出有很多治疗方式，在美国好像是可以打一些 steroid shot，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有可能对神经有问题的。我不是学医的，所以这个不要听我的。这个朋友 B 只能卧床休息、针灸啊、理疗啊。现在快40人就有这些问题了。以前听到针灸理疗都觉得怎么也得70加了。唉，我们去探望朋友 B 的时候，他正常躺在地板上，然后伸直了手，继续在打王者荣耀。我的天呀！如果能发现到早，然后治疗的好，确实是我觉得在快要40这个年纪，已经算是一个可以庆幸的事情了。我一直这些年，尤其是从大学毕业以后，就慢慢发现我头发越来越少。哎呀，有很多观众留言说我是不是快秃了？对，这个是我非常 concern 的一件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前几年工作特别忙的时候，就头发会比现在还要少吧，因为我希望我现在头发稍微多了一点，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梦想。我想要说就是前几年工作很辛苦的时候，我会剪短发，就到这儿。这样子，首先不用打理，再来就是看不出来头发特别少。反正我就是那个头发本来就是细软直，因为我小时候就细软，然后10几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学了 hairstylist，所以我有让她帮我染发、烫发。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离子直烫，就是 make sure 这个头发特别直，直的不行。但是那个就非常伤头发，也伤头皮，所以我的头发应该当时也有受到一些外部影响，就从这方面。但是内部影响呢，我以为我是一直是压力高、营养不良，所以导致我头发越掉越多。我以前是这么觉得的，我后来自己去做那个年检，就是会验血，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个指标叫做 ferritin，中文是铁蛋白，然后我的 ferritin 是非常非常低，好像只有13，而且在持续下降。这个正常人应该是怎么也得有50左右，然后如果想要不掉头发，甚至长头发的话，也得70、80，甚至85以上，才能够对头发有所帮助。铁蛋白是用来储存铁，还有运输铁到你的 necessary organ 和你身体需要铁的地方。那因为我的铁蛋白超级低，所以它只能用来 maintain 我的 essential organs，比如说我的内脏、我的五脏六腑。对我来说就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铁可以去管我的头发。人的身体就是这样 design 的，就先保命，然后再看，对吧？我的医生就是建议我去吃那个 supplement， 叫 iron supplement， 就是加铁进去你的身体的一个维他命，包括吃这个 supplement 之前2小时不能够喝有任何咖啡因的东西，不能喝奶茶。唉，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全都戒掉了。吃饭前、吃饭后2个半小时都不可以吃喝有咖啡因的东西，搞得我的人生突然很单调，但是我也忍着了。就这样子
补充铁，补充铁，大概过了半年，我的这个 ferritin score 再去检查的时候，一点儿都没有涨，甚至有一点下降。医生说，哦，也没有关系啊，你有可能是压力大呀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也没有想要给我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式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去上网查。它为什么我的身体不能吸收铁？AI 说，如果你便便里面有血的话，那也是一个失去血的方式。还有就是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低度发炎的状态，因为你总是 nervous，总是 stressed out，担心东担心西，这个就是很难控制的。扯上很多我人生遇到的 trauma，但这个就不是在这个话题里面。还有可能就是得了 stomach bacteria，就是胃里面有病菌。不管是 small intestine，就是小肠或者大肠里面有细菌，或者是有一个细菌，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细菌，叫做 H. pylori，中文叫做幽门螺杆菌。其实这个病菌检查起来很容易，你只需要去任何一个 lab place，然后他们是让你吹气，就是吹一口举口气到一个袋子里面关上，然后喝一个非常酸的东西来刺激你的胃循环这个细菌，让它 wake up。然后再过15分钟左右，再吹一口气，查一下这两口气的 difference，就能够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细菌了。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查你的便便，我觉得还是吹口气比较容易。反正就是我查了以后，果然我是阳性，我真的有这个细菌。我当时是震惊，但是也有点高兴，因为我总算是有可能查到了 root cause，为什么我身体不能吸收铁？但是就是也震惊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细菌？因为美国有这个细菌的人概率也不大，并且我没有任何症状，我感觉不到，我没有严重的胃病，我也没有每天胃酸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甚至很多人感染了一辈子都没有任何症状，他自己也不会知道。我发现这个根据 WHO，就是世界卫生组织，这个是认定算是第一类致癌物。这个病菌呢，H. pylori，它是长期长在胃里面，它会一直刺激你的胃黏膜，让胃不断的发炎。有些人严重的时候，就很久了以后会得胃溃疡，更严重的人甚至会得胃癌。全球有75%到90%的胃癌就是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关，其中中国是全国胃癌病例最多的国家之一。每年有几十万例胃癌都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。这个病菌会影响你的铁呀、维生素 B12 等营养的吸收，就是完全是我的问题，一直对上了。如果你一直贫血，然后铁蛋白很低，补铁效果不好，那就应该要让医生给你检查你有没有这个病菌。如果你有这个病菌，那 cure 其实是没有很难的，就是吃消炎药，吃2周消炎药。有的人是对消炎药比较有抗体，我本人对消炎药比较有抗体。我小时候真的吃了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消炎药，因为我总是在感冒发烧。我这次吃了3种不同的消炎药，加上一个 antacid，才把这个病菌给杀掉的。我是大概3月份检查，我已经没有这个病菌了，然后我的铁蛋白的 score 已经在慢慢上升了，虽然上升的不是很快，但是已经是正常的快的速度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 flat 或者是往下降，所以已经是很好的了。接下来讲讲这个病菌是怎么得的，它是一个唾液传染的，在一起吃饭。就一个盘子里面，大家就直接用筷子，自己吃过的筷子，有口水，有你自己的口水的筷子去夹，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夹到别人的口水沾过的食物，然后吃下去。这个是最 common 的传染这个病菌的方法。而在中国文化里面，如果你跟大家说我就是要用公筷公勺，别人会觉得你矫情、娇气，或者是嫌弃别人。其实咱能不能稍微就是思想开一点，就不是 personal attack，用公筷、用公勺，只是为了保护大家，让病菌不要传染。我说的这个病菌只是其中一个可以被唾液传染的，被唾液可以传染的病菌有太多了，为什么不能各个人保护自己呢？跟朋友出去吃饭，付钱要 AA 制，那为什么不可以用公筷公勺呢？这样子你的自己的病菌也可以 AA 制。还有就是跟家人就更难了，
家人会觉得你有病，就是想要跟他用公筷公勺。但是有一些家人，比如说我自己的长辈，我跟他们说了这个我自己得的这个病和它对我的影响，和它有多大的可能性会造成胃癌、胃溃疡，让你对营养的吸收受到 blockage。但是我很多长辈真的就是表面上说好听到了，但是什么都不做，不去检查，不去做任何改变，然后甚至如果你想跟他们用公筷公勺的话，他们就算表面上不说，心里面应该是也是很不舒服的。我想忽略一下大家，真的先去检查吧，确定你自己是完全 healthy 的状态，再去跟别人 share 一碗饭、一个奶茶、吃一碗面，因为这个不是嫌弃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卫生意识吧。如果我的这个是经历可以让一个人早点发现、早点治疗，少走一点弯路，我觉得这个视频就值了。如果你不确定你有没有这个病菌，你可以先在你的 normal routine checkup 里面加上 check ferritin，就是铁蛋白这一项。如果你的 score 偏低，你就可以要求医生让你检查你有没有 H. pylori 这个 bacteria。就连我看今年最近的一期五哈，陈赫也在节目里面跟邓超还有鹿晗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有说过，不检查你有没有幽门螺杆菌，就不跟你从一个碗里吃饭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，大家也去检查一下吧。那这期就到这儿，欢迎分享你自己的经验，或许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拜拜。